最一开始是从 IG，我创立一个记录我手作料理还有健身历程的分享，因为我认为我在做的是一个帮助人的事业，我也期许我这么做。嗨，大家好，我是妹，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经营 YouTube 以来的一些心得。妹你好，我是本次专访代表大玉，我具有教育部部班的大专讲师资格，在多所大学任教，经常向同学分享您的创作与理念。非常有荣幸，本次有机会透过创作者俱乐部来专访您。经营自媒体，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最让你感到挫折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就是怎么在大众喜欢的主题跟我自己想做的主题去达成一个平衡，因为这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冲突点，有时候这个冲突点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突破的。我举个例好了，就是我之前有分享，我去年的时候是一个很追求高流量的时期，就是会想要吸引流量，然后用各种的手段跟用一种新的噱头的方式，比如说我也喜欢吃，所以我就会刻意让自己吃很多，或者是吃很浮夸的食物来吸引大家的目光，让大家觉得哦，瘦瘦的身材好的女生也可以吃那么多。对，那确实去年因为这一系列的影片流量就还蛮高的，就是一支影片都可以到10、20万起跳。但是大概这个系列持续一阵子下来，我就发现说这是我没有办法长期持续下去的事情，因为这伤害我的身体，跟我觉得这不是非常正确的。或许大部分的创作者其实都没有在管这到底正不正确，而是以觉得有娱乐到大家，那就去做，然后流量很高，那对他们来说很棒，那就继续去做。可是对我来说，我希望我带来的省思是真的可以去用正面的影响力来去让大家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因为我期许自己这么做，所以我并不想要只是追求流量而已，而是更回到我的内心。那到底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大众会有兴趣的主题去取得一个平衡，这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去做，就慢慢从自己喜欢的主题慢慢去做延伸，然后发现说，大众对哪一个有兴趣，那你就再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摸索。那最终你还是要拉回来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第6题，您目前身兼多职，创作者、自品牌经营、与媒体互动等等，这么忙碌的工作中，有什么兼顾的秘诀吗？确实，因为我现在有要持续经营的是我的 IG、我的 YouTube， 然后还有我去年成立的小品牌，目前有贩卖一些周边产品。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人的体力跟能量是有限的，因为大家好像看网红过得很爽，其实背后是真的蛮辛苦的。对，所以我自己也意识到说，我需要有一个团队去做支撑。像我现在其实也有摄影师，然后跟剪辑师，然后还有像是创作者俱乐部，他们会帮我翻译中英字幕，跟有帮我去跟厂商接洽的一位助理，然后还有财会的人员。那当然就是大概有2个兼职的朋友，然后他们也都有在帮我处理 Mayfit 团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看一个贴文跟一个影片都不知道，其实背后需要去协调跟沟通跟处理的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这背后有很多很多辛苦跟琐碎的事情是大家不知道的，包含我自己其实也会剪辑，就是大家喜欢看的 Vlog 或者是很多观念式的分享，其实都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剪的。就一支影片有时候处理起码要3、4天，甚至是1个礼拜，如果含拍加剪的话。对，所以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乐在其中的事情，所以我也会期许自己说，那既然我想要持续再去投入在这些过程中呢，我就要更规划好跟管理自己的时间，以及未来如果我组织一个团队的话，我要怎么去分配这些人力的需求，来让大家更完整的知道 Mayfit 的理念，跟让我的东西可以持续的被大家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后的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也很期待明年的 Mayfit 会长什么样子。最后一题，以您这3年自媒体的经营经验，您觉得初期的创作者会需要哪些外来帮助？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我发现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想要投入 YouTube 频道，不论是年轻人啊，或者是有年纪，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 YouTube 的行业中。但是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其实是要被考量的。就以我最一开始而言，我必须要买一台可以处理影片的电脑，然后我要有我自己的相机，所以那时候我买了一台小 GoPro， 然后我需要有剪辑的软体，我需要有剪辑师，包含每一支影片可能都是要几千块，甚至有时候要上万块的花费，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最一开始金钱的问题是存在的。那我必须老实讲，这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那我一开始是怎么有这些资金的呢？就是如果就以我的创业分不同阶段，其实我从 IG 也算是有累积一些小资金，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从我的业配收入、团购收入，或者是我的食谱书的收入来去支撑我的 YouTube 频道。因为如果你踏入这个行业，你知道说其实经营 YouTube 频道，千万不要奢望说你第一年、第二年就会有很好的收入，对，因为以 YouTube 的机制而言，就是你第一年即使流量好，但是你也不能从那个观看中去盈利，对，除非你真的很厉害，然后你接到一些业配等等的，你才能勉强 cover 掉你这些费用。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要想清楚，除非说这个真的是你很热爱的事情，你觉得你分拨一些钱来先去投入看看，再看结果如何，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给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做法。所以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上班族，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但是也有闲暇的时间去拍影片或者是做剪辑。我觉得这是对于初期是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你要完全先持续工作，然后开启一个 YouTube 频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风险会相对的来得高。对，所以一开始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准备跟一点点的小资金，我觉得是必要的。但是也不用觉得一定要花很多钱，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大家喜欢看的影片都还蛮阳春的，就是不论是我看别人的频道，或者是我看我自己的频道，有时候我剪辑的很破烂，只是在讲一些内容或者是观念的影片，反而流量是最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所以其实对于YouTuber 创作者而言，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内容，然后在拍摄的手法上面，其实采光要好，然后节奏要快，不要觉得有一种拖拖拉拉的感觉。然后如果这时候再加一些搞笑的小特效，我相信观众会更想要继续看下去。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请坚持每个礼拜都要上片，因为我觉得以 YouTube 机制而言，就是如果你稍微懒惰个2-3个礼拜，然后可能1个月只出1-2支片，那你的流量其实也很难成长。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觉得当 YouTuber 很爽，所以你要去当，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当 YouTuber。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跟你觉得现在很多人明明在做 YouTube， 可是大家却没有去关心某种议题，可是你觉得很重要，所以你必须要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你的 why 跟你的核心理念，跟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所以最一开始你应该要先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了，你再开始。然后一开始也不用觉得很完美，就是慢慢去调整，慢慢去摸索。我相信你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谢谢您诚挚的回复我们的问题，非常感谢。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您到活动的现场，也祝福您的频道订阅人数达到200万，期待有缘再会。谢谢您，再会，拜拜，谢谢。